那个气垫打的那个气太足了，不太很舒服啊，他就睡觉就。你是不是昨晚上放我气了？他有点哼。你是不是昨晚放我气了？然后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没有放你气。天亮了，起床了，好冷啊！看看我妹在干啥。她大早上把羽绒服，不是骑行服穿在这烧火。她说好冷，确实冷。你看外面的雾气。我跟她说不要起床，再晚一点，她非要起来烧火。你别把人家柴火烧完了，我跟你讲，人家把你留下来，然后你给他砍柴。跟他说了很冷还不听我的，哎，幸好昨天有这个1500克的睡袋，你不然的话玩完了，我跟你讲，冷死了。看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啊，一只脚在里面，脚在外面。昨天晚上我们是脚常温放里面裹得紧紧的，严严实实的。太冷了，两个人摩旅还是有好处的。你看我妹收拾睡袋、帐篷，然后呢，今天早上是我来煮饭，然后刚刚把火生好，然后里面煮的开水，今天吃点面条就 OK 了。然后外面现在也不敢走太早，哇！骑自行车的已经开始出发了，但是我们不敢走那么早，因为山上全是大雾，上去的话能见度都很低。这边全是山来着，但是能见度都很低。哇，自行车大军已经出发了哎！我们就到中午再出发，因为这会儿山上感觉看不到什么风景。来这里就是看风景的嘛，所以不要着急。他们骑自行车的是真勤快。今天早上做一个简简单单西红柿煮面。8块钱买了6个西红柿，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没青菜。然后他们这边好像都没什么青菜。我们昨天晚上借宿的这家人，他们今天没有来那个烤烧烤，他们应该是下午来。本来想着在他们家买2包泡面放里面煮的，结果他们家没来。然后我记住他们家吧，不在他们家消费，我感觉不太好意思。所以我就没有去别人家买，我想算了，随便吃点面条。这家人还挺好的，还要劝死。今天早上呢，就是吃面条了，西红柿煮的。然后再配点这个榨菜。还有我们带的这个牛肉酱，这还有半罐牛肉酱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吃，今天把它吃掉。哎呀，对，我先尝尝味道啊。还是可以的。这个酱主要是这个酱好吃，这个酱是一个车友自己做的酱。多喝点汤，早上起来多喝点汤，不然的话容易缺水。其实像这种比较冷一点的天气，喝点汤。早上起来吃点面条，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。那不是煮粥吗？活不动啊！煮粥时间太长了。
晚上煮粥可以。你想喝粥啊？我要给你煮粥，好吧？突然想喝粥了。明天给你煮。这活不给力啊！这个锅都被我烧得乌漆麻黑的。晚上不能吃粥，晚上吃粥老是上厕所，很烦人的。白天可以。我这吃的才第2碗，好吗？我们这个碗都很小的，2碗算什么？好了，我们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收拾的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车推过来，把所有的箱子全部打开，然后开始往里面装东西了。边箱全部打开，里面塞东西，雨衣啊啥的都要放在外面，可能上山就要穿雨衣。然后因为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左拐，不喜欢右拐。他呢，他说他左拐右拐都行，然后所以我的车头朝这边，他的车头朝这边。我们等一会儿他从这就直接出去，就开始上山了。然后山上的雾气还没有散，还有很多雾。等收拾完东西也差不多了。他从这个方向走，我从那个方向走。我总感觉右拐没把握，你往哪停呢？你放这，等下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啊？你应该放这儿，大姐。往后退，大方向。对。好，再上。好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好了，我给我妹递东西，然后我妹装。开始收拾行囊，出发。好了，东西已经收拾完了，我们今天出发，然后到小金县，顺便去看看四姑娘山的美景。现在山上的雾散的也差不多了。然后昨天晚上啊，我们在这边露营喝茶的时候，我妹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哎，真舒服。”渴了就喝茶，饿了就吃饭，睡觉想睡觉了就睡觉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正常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就是困了就睡觉啊，饿了就吃饭呀。他给我来句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很平静，很安静。当他跟我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一趟我带他出来带值了。哪怕我背负了很多骂名，其实网上很多网友，你们可以看评论看得出来，都说我不把我妹当回事儿，这么危险让我把我妹带出来，包括很多私信我都没有爆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后台给我发的，说的很难听，我一概都没有理。但是现在我妹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感觉我一切都值得，哪怕我背负那么多骂名，真的值得。因为在家里面，他大学毕业了，他要考虑自己的工作、以后的生活，还有就是以后未来要做什么、想做什么、能做什么。现在这个年纪，然后他就会有想得多了，在家里面，然后再加上父母催促。本来我们农村里面孩子结婚都比较早，然后他这个年纪家里有女孩子的，基本上，村里面的大妈呀、大姐呀啥的都会给介绍对象。哎，你们家姑娘有对象没有？给你介绍对象等等。然后就导致我妹她就比较焦躁。就会有一点焦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把她带出来了。她告诉我现在她很平静。之前第一次搭帐篷的时候，她就是很抗拒。你们可能看得到我直播也好，拍视频也好，她很抗拒。但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这扎帐篷，她就很放松，很平静，就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。然后她就不会去思考那么多。你昨天晚上睡觉睡着了没有？睡着了，睡得很香吗？对，连梦都不带做。因为我昨天晚上可能那个睡袋不是睡袋，就是那个气垫打的那个气太足了，不太很舒服啊，他就睡觉就。你是不是昨晚上放我气了？还有点哼。你是不是昨晚放我气了？然后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没有放你气。然后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听到这种声音，我就觉得啊，我妹真的睡得很香。
很舒服，所以这种状态它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说穷游就是出来找罪受了，穷什么游嘛？开辆车不好吗？房车不好吗？拉东西又好？不，你错了，这跟骑摩托车是不一样的，就跟那帮骑自行车的一样，他们也是不一样的，就感觉不一样。至于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，就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。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这种感受，那么你们自己去买辆摩托车，跟我一样，试着放慢脚步，慢慢的游荡于山水之间，你就能够明白我妹说的那句话，哎，好舒服，好平静啊！就他什么都不想，倒在床上，倒在那个帐篷里面就睡着了，连梦都不带做的，明白吗？这跟城市里面的那种焦虑、比较快的那种步伐是不一样的。虽然说我们家也是农村啊，但是催促会比较多，可能我话比较啰嗦，但是我说的都是自己的亲身感受、亲身经历以及亲身体验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我要出发了。我打断一下，我想知道周二山是不是放我气了？没有，那个气太厚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完了之后你头你就这样偏着，然后我不听，我现在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放我气了？听好，我没有放弃。为啥我感觉我一觉起来我气憋了不少？我以为晚上睡的想鼻梁里。你自己压的，怪我上去。好，走了，出发。尽管往前走，走前面找个地方停就行了。